无人机越过高山之巅，几栋房屋闯入了无人机的视野，崭新的电线杆延伸到了每一户。难道这里还有人居住吗？房子周围的公路看样子是青挖不久，但是却没有看到炊烟袅袅，一边是现代新居，一边是百年土屋。我们怀着好奇心一路探寻，看看这里是否还可以找到主人的身影。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兰，祝大家朝朝有人，岁岁安兰。刚刚我们用无人机飞了一下，发现我身后这个山谷里面有一栋红色的房子，还有2栋看起来比较古老的泥土房，但是我们还不确定这3栋房子里面都有没有人住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沿着我眼前这条新开挖的泥土盘山公路走下去，去看看吧。好，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们又到了湖南的一座大山里面。今天的天气非常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天上是不是特别的美呀？美如仙境。那个云呐，像一个画卷一样。看样子，这种蓝天和白云一刀两断，泾渭分明，对不对？是的，这是很少见的一种自然现象。右手边的这一侧呢，一丁点白云都没有；左手边呢，就是白云成团了。好，现在我们就沿着这条新开挖的盘山公路走到这个山谷下面去。这条盘山公路就只是一条泥巴路，上面没有做任何的修缮，只不过就是沿着这个山体开挖出来。可能后期啊，当地政府啊会做硬化，会铺水泥路面，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且在我镜头的正前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呐已经被开挖出来，准备做一些经济作物，但是具体要种什么我们不清楚。待会儿啊，我们就去这个山谷下面呢，问一问这个山底下的村民，看他们是否知道。因为我们刚刚用无人机在这个山谷里面盘旋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一栋比较矮小的红色房子，在这里面还有电线杆，旁边呢有一栋比较废弃的土圈房。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个红色的房子旁边还有几处好像是新拉的电线。是的。然后在正前方呢，在那个竹林里面呢，我们还看到了有一栋房子。那么这一片啊，整共下来，我们若隐若现是看到了3栋房子，接近4栋，但是只有1栋房子是新修的。另外3栋房子啊，看上去都有几十年了。具体里面有多少人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住在里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所以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盘山公路走下去，大概有1000多米远，直线距离只有200-300米远了。但是围着这个山体圈下去啊，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这个天空啊，真的美如画，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不知道还有哪句成语可以形容现在天上的美景了。地面呢，就是群山环绕，青山连绵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要是遇上这种下雨天气啊，站在这个山顶上啊，就会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当然，在寒冷的冬季，如果这个山上下起了雪，那也是另一番景象了。当然了，同时我们车子想要开到这个泥巴路上来，那是不可能的。甚至你步行上来也要穿雨靴，然后呢还有登山棍，可能随时不小心啊会
摔倒啊，摔个鼻子朝天的。这个坡度啊还是非常陡峭，有接近75度的一个陡坡。对于一些开越野车的一些爱好者啊，可以尝试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这个乡间的泥土路，尤其是这个大山里面的风景。好像这里就有一栋房子吧？没有看到。不是，爸爸看发眼了。这里是很多竹子已经枯死了，可能这里下雪呀，或者是其他天气啊，或者是有病虫害啊，导致竹子成片的死亡。在这里有很明显的这种车轮印，应该是当时开挖掘机的时候印着的。现在这一片土地啊，这个山呢，还在有挖机在这里作业。我们可以看到，快接近了。现在我们离这3栋房子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大概还走个15分钟的样子就能走到下面去了。整座这个山的高度，海拔接近是500多米高，还不算太高。当然，对比云南呐、贵州啊、四川呐、重庆这些山区呢，还有广西呢，肯定是没法比的。但是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景色，有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历史故事，不同的人文景观。这个路面还没有完全畅通，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它的盘山公路啊不宽，可能后期啊有人承包了这片山来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因为现在国家呀鼓励一些地区的当地人呐来创造经济收入，让他们彻底摆脱贫困。在这里有一个岔路，这条岔路是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走了。我们刚刚看的房子就在左下方了。在这个地方，它上面还有许多的碎石，应该是从那个山里面凿碎的。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新开挖的路面，想走到这几户人家里面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是当地人，没有一条便捷的路走到这个山脚下。现在看到的一些电线杆呢，看上去还比较新，应该是近2年，电力局的人呢，他们诚心布置的线了。这样看起来，这一片应该以前是一个古村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新拉的电线了。对面呢有一个水塔，可能是储藏这个山泉水的。看，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电线杆呢，都是非常新的。这个电线布上来应该不超过1年的样子。我们现在都可以听到，在这个水塔的里面有滴滴答答山泉水的流动的声音。是的。这里既然有人收集山泉水，那么山下是肯定有人住的。阿兰，我们先去左手边这个房子里面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刚刚飞无人机的时候，这个竹林里面是有一栋房子的，我们先进去看一下，然后待会儿我们再去那个新房子那里。这里还有一些
竹叶子，有嗯，点难走了。这样看起来，这里面这个位置以前应该是一个屋场，但是已经废弃了。然后前面这个房子啊，也100%的废弃了，因为已经没有路可以走进去了，杂草丛生。但是我们还是往前再走一走，看看以前这个房子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看看以前的主人呐，将这个房子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看这个电线杆一直延伸到里面去。哇，这里面走不进去了，杂草丛生了，完全是荒废在里面的。我们走上面看一看。所以无人机的角度啊，看到这个房子啊，显得近在咫尺，非常清晰明了。但是呢，我们走进去以后啊，走到这个位置来啊，再看这个房子啊，就会显得特别难走，也不好找。在这里都还种植了有这种芭蕉树啊，这都是以前这里的村民种植的，现在这里没有人生活了，就已经荒废在这里了。可能还有以前的这些原住民啊，可能会偶尔回来一下。这里有房子吗？前面感觉有一点开阔的样子，进去看看。啊，这边的路已经挖得比较宽敞了，但是呢也荒废了，因为没人走，没有人住在这里面，也没有人来打理。好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屋子的后面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房子已经彻底废弃了，倒塌了。那么这个房子应该倒塌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从电线杆的布置和它的主线来看，不会超过5年。像这种泥土房，我们之前有采访过，有去跟当地的村民了解过，像这种泥土房，只要3年不住人，它就会倒塌。以前这里呢有一条小路可以走进去。好，安南，你站在这个位置不过来，让我进去简单的看一下。你站在这上面不走啊？嗯。我自己一个人先下来看一看这位废弃的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里呢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啊废弃了，主人呢应该是搬到城里面去了。这里面呢以前这里是一条小路，哇，这个房子已经彻底废弃了。旁边啊有一棵非常大而且古老的树木，这棵树啊应该也有100-200年的历史了。好，现在我就不进去了，因为完全没有路面了。这个房子啊，再等个2年就会彻底坍塌下去。试想一下，这个房子的主人以前一家子生活在这里，是多么的欢乐啊，多么的祥和啊！当然喽，这个房子的主人去到了更加适合他生活居住的地方了，一家子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了。好，现在我们去一下红色房子那里，那个新修的房子。我们现在原路返回吧。前面还有房子吗？前面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没有房子了，对不对？没房子了，但是看样子应该是开挖过了。嗯，前面有竹子。可能这条公路啊，挖出来的路啊，主要是方便一些村民啊，到这里面来砍伐竹子，因为竹子可以做很多的
一些制成品。没错，可以做成那种竹篮子、竹椅子、竹摇椅，还可以做成那种竹垫子，可以夏天的时候躺在上面，或者是晾晒一些谷子呀之类的东西。除此之外，还可以做一些工艺品。是的。真的是杂草丛生啊！现在根据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我个人估计这个地方啊，以前这里住的人呐，应该不会少于50到100个人，因为这个周围的面积啊，还是有那么大。这个就相当于住在这个山脚下了。可能再等个5年、10年，我们山顶上全部都被铺成了水泥路面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人呐，以前生活在这里面的人呐，在这里面成长的人呐，又会回到他们这个地方，再把他们现有的这个屋场啊，重新做一些修缮、打理，又可以在上面盖房子。又可到这上面来居住。他们之所以会搬出去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以前这里路不通，然后呢，吃饭成问题，出行成问题，然后就是教育。如果是后期这些东西都能够得到改善改进，我相信啊，会有很多的在山里面成长的孩子们，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再回到大山里面来。这里面呢，修身养性啊，过上隐居的生活呀。哎呀，这个路面，从目前我们步行的情况来看，行走的人非常少，没有看到车人影，基本上，除了在这里工作的一些工人，基本上看不到原住民生活的影子了。哦，快到了。上面还布置了新的瓦片。是的。哇，这里就只有这一户人家，旁边就是原住民埋的祖先的坟墓。我们不知道这一户人家还有没有人居住，我们下去看一看。水泥房，看样子是新盖不久的。我们刚刚是从那个山顶一直走下来的，走到这个山脚下，看起来很近。它这里头还有建屋子用的这些以前的瓦片，都是用土烧制的。都废弃在这里了，对不对？是的。哇，这些瓦片还是很有特色的。全部浪费在这里了，而且都还比较好，没有损坏。这个房子看上去还算是一个大户人家，以前这户人家应该小孩子会比较多。这幅房子的占地面积有300来个平方。现在我们就到达了这个红色房子这里了，就是搭的一个简易的小平房。看样子一切都很新。哇，
这样看起来，这个房子也废弃在这里了，门上的把手都没有了，而且没有晾晒衣服。这上面装了一个看卫星电视的锅，然后这个电线上面都是新修的。这一边呢就是泥土房，它这里都还有风箱，上面的盖子，但是现在也废弃了。这个房子完全废掉了，里面都还有床，床铺都还有一些被褥在里面。但是这里看上去，这里还种了蔬菜吗？哦，这里还种了辣椒，现在都废弃了，都没有人摘了。没人管了，没人管就开始疯长起来。前面我们可以看到2棵非常大的树，在这个山里面呢，这种大树啊，基本上算是随处可见的，而且这些树木啊，生长史啊，保守都有400-500年的历史了。判断一个房子有没有住人，我们可以看看他家的门口啊，周围有没有晾晒衣服，或者是在门这边看看把手有没有损坏，玻璃有没有损坏，然后还可以看看旁边有没有贴对联。所以这个房子，它是在原有土房子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原有这个老屋厂的基础上啊，只是在部分没有倒塌的地方加盖了一些红砖，再加盖了一些泥砖，就变成了一个新房子了。好，我们先去看看这个老房子吧。这个老房子啊，以前绝对是一个大户人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上面它有吊脚楼的形式。这里不单单只是一个窗户，它是一扇门，可以在上面啊晒被子啊，坐在上面纳凉啊。因为站在这个位置啊，后面是一座山，前面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看上去啊会非常的远。站在这个屋上面去，如果不是前面2棵大树挡着啊，看得会更远。所以从这个房子的结构和设计上看，这个房子的主人以前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一位人。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上面的电线盒，还有上面的电表的走向，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房子啊，废弃的时间应该还不会太长。以前还有人住，这里还有一个落子，这是一个茅房。我怎么感觉这个石头的这个东西像一个刀扣过来的那种做糍粑的那个石管啊？而且上面电表都还能够清晰看到有数字，所以都还在走。我们再看看这个里面，哇哦，这个房子里面还是干干净净的嘞。它的这个屋檐下都是用这种大块的青石板铺的。这就是非常有乡镇特色的这个大门，已经彻底废弃了。以前欢声笑语的地方，慢慢的就被要谢幕了。我们再去卷道这一侧去看一看。安兰，你不要过来，这里有牛屎、牛粪，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好吧。看看它这里以前都还栽了一些花草，但是呢，因为可能啊这里有个3-5年没住人了，这里就已经废弃的不成样子了。我们走到这一侧再来看一下，看一看，它这边也是一个吊脚楼的设计，现在都塌掉了。我们走到这一侧看看，哇，这边就是一个山谷里面，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位置啊
应该是开垦的一块土地，以前种一些蔬菜什么的，因为下面应该是有山泉水，但是现在这里已经荒废了。然后这里应该种的是一棵板栗树，这上面都还有门开过了，所以这里呢以前也是可以站在这上面休息啊、晒衣服。你看上面都有竹竿，可以晾衣服啊、晾这些东西的。所以这户人家的格局啊、设计啊，非常的大气。包括它上面废弃的一些衣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没有废弃多久。啊，上面有好大的马蜂在上面。那么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以前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村落，而且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人声鼎沸的一个屋场了。但是呢，我们走到这个位置来看，前面整个这一片彻底的荒芜了。其实啊，像这个房子啊，像我们前面一期视频中去看过的那户人家，那户爷爷奶奶家呀，要是重新把这些瓦片呐、重新修缮一下，把这个门口的杂草啊清除干净，再稍微在墙面做一点点修缮，这个房子还是能够居住的。因为这个电线呐、全部已经迁移到了这个家门口，所以不成问题。而且路面呢，已经是四通八达了。好，我们去这个红色房子旁边看一看。我刚刚有忽略了，这里面啊，以前有一条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都是很大块的这种青石板、青石条。我们就可以从这方面可以看到，这一户人家的主人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人物。好，现在呢，我们沿着屋后的这条路，我们走下去看一看，是不是下面还有村庄，是不是还有人住？我们简单的去看一下。看它这个位置，以前是从这里进出的，这里还有水龙头。这个水龙头我们不知道它走的是自来水呢，还是山泉水？我们去触碰一下看看。应该没事。哇，都还有水哟！可能是山泉水里面引过来的吧？是不是就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那个水塔里面的水一直牵引到这里了？它这里还有一个像喂猪一样的那个槽。是的，那就是喂猪的槽啊。看得这么严。猪食槽啊。然后这里它放了一个杯子，漱口用的。因为这里它可以早上起来打开水龙头，这里洗脸漱口都在这里完成了。这里搭了一个瓦片呢。它这个房子虽然比较小，但是样样俱全啊。嗯。这是什么果子？这个果子，大家有认识的吗？这个果子不认识，这个果子应该是不能食用。红艳艳的。好，我们沿着电线杆，我们走个300米左右，去看看下面是否还有人家。从这个路面这样看上去，应该是没有人住了。完全看不到脚印、车轮印，甚至是牛的脚印、山羊的脚印，什么脚印都没有了。这里还是比较有的，很深很深，像牛的脚印。但是不是新的脚印啊？是，可能是以前还是有村民在这里放牛。而且我们这一片就只看到3栋房屋啊，然后周边就看不到房屋了。这一面以前这里可以上去，这上面肯定是开垦的土地。我现在身上到处都是草种子了。所以爸爸想一想，这个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呢，他没办法待在里面了。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他这一家人住在这里面，而且太孤单了。都是泥巴路，整个都是上坡路，骑自行车不可能，骑摩托车遇上下雪天、下雨天也没办法走，小车子那是不可能的了。周围又没有邻居，要是遇上个什么事，那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了。看这个山谷里面有很多芭蕉树，我们不知道山谷前方是不是还有人家在前面居住。而且这个路面看上去应该都是后期新开挖的一条泥巴路。那么这条路面想做成水泥路面，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爸爸，快过来看看，它这种草可大有来头了。它把它的这个茎砍断，它就露出里面吸收水分用的那种里面的像海绵一样白白的东西。以前古人早就发现到了，于是呢就用它做了一件手工品，而且卖得非常的贵。首先他们把上山砍掉这些植物的茎，取里面的白色像海绵一样的吸收水分用的东西，然后呢把它们一刀一刀切成薄片上色，然后把它们剪成好看的样子，这样就做出了一朵永不凋谢的花。这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非遗了。那叫什么东西呢？我只知道它有这种用处，但是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现在名字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反正以前它这种卖出来的这种工艺品是非常的贵，只有那种王妃啊、后妃啊才能戴得起的。普通的平民家的女孩是根本戴不起的。哇，你刚刚看的那个植物对不对？是的。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知识的？那当然是从电视上啊，看一些知识百科，还有书本上的一些看出来的。好吧，那我们再转过这个弯，如果再看不到人家了，那我们就不下去了。这个山谷还比较深，我们站的位置到山顶，垂直距离100多米左右高。而且下面这个山谷以前是种植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没人管了。整个这个路面都是后期开挖出来的。那么，而且这个路面呢，看样子因为开挖的时间都不久，所以山顶上以前住的这户人家呀，他可能搬离的时间还不短。在那边全都没人了，房子都没有，只有这种开挖出来的路段。哇哦，好吧，这样看下来，整个这个山上就只能看到孤零零的山东房子了，也看不到有人住在这个山顶上了，已经彻底的废弃了。哎呦，还差一点点摔跤了。爸爸要小心啊！那么电线都是一直从那个山谷里面牵过来的，然后围着这个山打圈，一直圈到山的另外一头。所以当初电业局的人为了这一户人家拉电线，当初不知道是费了多少九牛二虎之力了，很难很难再走上来。站在这个位置，再来让我们欣赏天空的美景吧。好了，我们就不往山谷里面走了，因为现在天色也慢慢比较晚了，而且我们现在一路走过来，全部都是新开挖的这个泥土路，所以住在这山上的人呢，以前上下山呢非常的麻烦，而且呢，他的生活起居
根本没办法去解决。虽然有山泉水，然后拉了电，但是要吃上一些食品啊、柴米油盐呐、等等这些啊，下山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我想在5年前，他从这个地方走，应该都是一条羊肠小道，应该最多就这么宽。对，只不过呢，现在啊，这个山顶上啊，应该要种一些经济作物，可能呢，当地政府啊就会将这条路啊挖得比较开，方便以后啊一些货车啊、小型的货车啊、私人车啊进出。好吧，这一期视频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好了，现在我们又回到这3栋房子这里。刚刚认认真真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房屋里面的情况啊，它这里面帽子、冰箱、厨具、椅子、凳子一应俱全，生活用品各块都有。所以这个位置啊，不知道是不是山底下村民啊到这个山上面摘野果子啊，或者是放牛啊、放羊啊，还有是做一些农活的时候啊，到这个地方休息歇息的地方呢，还是说这个屋主人啊去向往更好的生活去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甚至还有太阳能板，哪怕是这个深山里面突然之间没有电了，还可以通过太阳能板给这些电呢供电用，最起码它这里不会乌漆嘛黑的。所以这位住在这里面的村民啊，整体来说住在这个位置呢，环境还是不错，但是唯一不足的呢，就是孤零零的一栋房子住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邻居，没有一个可以跟他说话的人。而且从上面废弃的这些衣架可以看得出啊，这栋房子的主人应该有很久没有住在这里了。这座房子背靠大山，面朝峡谷，风景十分的壮观。要是没有这2棵树挡着的话，可以看得出去更远。但是呢，这个房子的屋主应该是去外面享受更幸福的生活了。好了，今天的峡谷探险之旅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